随着澳洲疫情的扩散，很多人呢都开始了远程办公、在线上课，或者直接宅起来打游戏。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绕着家中的 WiFi 进行，所以这期节目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WiFi 路由器的知识。首先，我们感谢华硕给我们提供了一套 CT8 ZenWiFi 来帮助我们进行测试，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对大家认识和选择路由器起到一定的帮助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这对路由器可以覆盖500平米的房子。作为这款路由器的一个主要卖点，我们对它的最大覆盖面积是非常好奇的。于是，我们决定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测试它的最大覆盖面积，那就是覆盖操场。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飞无人机的地方，以路由器为中心进行拉锯测试，用一部手机来测试 WiFi 信号强度，再用一部手机来运行 FPS 游戏检查延迟。在仅使用一台 CT8 不开斜压 Mesh 的情况下，我们走了150米才出现了信号减弱和游戏卡顿的情况。我们以此为 WiFi 覆盖面积的终点，通过简单的计算，发现单个 CT8 的覆盖面积达到了7万平方米。我们相信成对使用的话， CT8 应该可以轻松覆盖10万平方米的开放空间。当然，这个测试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真实有效的。于是，我们接下来将在生活场景中进行它的覆盖测试。下面我们将开始今天的第二个测试。我们将在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中测试一下华硕 ZenWiFi 的性能到底如何。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呢，是一个新建的 townhouse， 这是现在澳洲本地最常见的居住环境。我们将使用手机 APP 在这个房子的各个角落去测试它的信号强度。为了便于观察呢，我们使用了一个运营商赠送的路由器进行对比。首先我们来到饭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路由器离在很近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的 ZenWiFi 信号强度是28 dBm， 然后这里 PC Power ISP 和 PC Power ISP 5的运营商赠送的路由器信号强度已经出现了一些差距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楼梯口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测呢？是因为这个位置和我们的2个路由器都只有1墙之隔，可以很容易的测试到它们的穿墙性能怎么样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 ZenWiFi 比在放听的时候还要好一些。现在我们到了卧室里面之后，看一下结果如何。我们的 ZenWiFi 满格，和楼下信号强度没有太大的区别。ISP 和 ISP5E 都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衰减。我们接下来用 8K 视频来对比一下2台路由器提供的 WiFi 网络质量。首先是运营商提供的路由器，我们可以看到速度只有30 MB 左右，而且丢帧在不断增加。现在我们切换到 ZenWiFi 路由器，速度提升了2倍多，达到了80 MB， 同时很好的限制住了丢帧率。这里的丢帧反映到游戏中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丢包。这证明一对 CT8 路由器可以对2层的 townhouse 进行完美的覆盖。除了覆盖范围之外，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，往往会被大家所忽略，那就是 MIMO。传统运营商所赠送的路由器往往都采用了 SU MIMO 技术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 WiFi 路由器一次只和单个设备进行数据传输，并根据远近关系进行单独通讯。很多小伙伴都说家里的网络用的人一多就会卡，肯定是运营商的带宽给的不够。在这里，我们的建议是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家里的连接设备太多导致的。这种路由器在接入设备过多的时候就会产生网络卡顿，网速也会变得越来越慢。而 CT8 使用了 MU MIMO 技术，可以支持多个设备同时传输数据。下面我们将对 CT8 路由器和网络运营商赠送的路由器进行对比测试。我们准备了4台手机进行连续数据收发，同时在内网对它们进行延迟检测。当4台手机同时使用 Speed Test 模拟下载和上传时，运营商路由器直接就挂了，有设备出现了连接丢失或丢包的情况。下面我们在 CT8 上进行测试，我们直接连接了8台手机进行同样的测试，发现网络虽然出现了波动，但并没有设备出现明显的延迟增加或断连的情况。我们认为再继续增加同时收发数据的设备已经意义不大了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一个家庭不会出现如此多网络设备同时连续收发数据的情况。这款华硕 ZenWiFi CT8 路由器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地方，那就是 AI Mesh 功能。AI Mesh 可以实现设备在2个路由器发出的 WiFi 信号之间无缝切换。
我们在实际的游戏测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在手机运行 FPS 游戏，同时在2层 Townhouse 的各个部分进行移动的过程之中，没有出现任何的网络波动。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